皇太后瞧见这一幕，上前安抚：昭昭乖，不哭啊，不哭，玉佩有灵，她碎了，肯定是为了保护昭昭的。可是这是娘亲唯一留给我的东西。娘亲，昭昭想娘亲了。哎呦，别哭啊！黄伯伯命人给你打造一块一模一样的，给你好不好啊？可昭昭还是哭得停不下来，小身体一抽一抽的。裴荣景手足无措地替她擦拭着眼泪。昭昭不哭，明日便是清明节，爹爹陪你去替娘亲扫墓可好？昭昭听到这里，才终于止住了哭声。爹爹明天真的会带昭昭去看娘亲吗？真的，爹爹向你保证。昭昭这才止住了哭，娘亲给她的玉佩碎了，她连娘亲唯一的念想都没了。昭昭心里酸酸胀胀的，眼睛也是酸酸的，不是假装的哭，是真的感觉有东西想要疯狂的涌出来。这就是娘亲说的伤心难过吗？国师表情格外凝重，抬起手掐指算着什么，越到最后表情越严肃难看。你最近都去过什么地方，做过什么事？玉佩是怎么碎的？昭昭脖子一缩，将他这2天干过的事情都说了一遍，包括偷钟永侯金库和炸了扶风寨的事情。不是这些，还有什么？你是不是隐瞒了本国师？昭昭皱了皱眉，眼睛倏地一亮，刚想把龙龙的事情告诉他，忽然感觉自己的袖子被扯了下。他疑惑地转向身侧，只见龙龙举起爪子，在唇边做了个嘘的动作。昭昭表情有一瞬间疑惑，不过很快坚定地选择了相信龙龙，毕竟糟老头之前还骂过娘亲，万一让他知道了龙龙的来历，真当邪祟了怎么办？昭昭全告诉你啦。国师双眼微眯，怀疑地看了眼昭昭左侧的虚空，那里什么都没有，但是小东西分明是看了眼那个方向才选择隐瞒的，看来他有必要好好接触一下小东西了。国师可发现了什么不妥？国师捋了把胡须，表情恢复了淡然。也没什么不妥，本国师瞧着这丫头也4岁了，摄政王就没有想过让她学些武艺傍身吗？裴荣景闻言一愣，这他还真没想过，就连启蒙学习都是三皇侄跟他提起，他才安排的，入学也到秋后了。昭昭确实应该学些武艺傍身，否则就按照他这个爱乱跑的性子，指不定以后会遇到什么危险呢。朕也觉得是啊，就按母后说的，皇帝你尽快给昭昭找个武艺师傅吧，何必那么麻烦，本国师便可以教他。什么？国师竟然想收昭昭为徒弟？国师大人，你这是准备收昭昭郡主为徒弟吗？徒什么弟？是徒孙。这小东西要是成了他徒弟，那辈分不就乱套了吗？哎呦，这国师什么时候变成了个暴躁小老头了呀？裴荣景深邃的眼眸微垂，看了眼昭昭。昭昭想跟着国师学武功吗？昭昭不想跟他学。哎，我说你这个小东西，你别不识好歹啊！老夫肯教你，那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，你竟然还拒绝！哼，昭昭才不要跟你学呢！你这糟老头子坏得很，一看就没有安好心。龙龙刚才都告诉他了，这老头想打听他身上的秘密，才会收他为徒孙的。哼，昭昭很聪明的，才不会上当呢。国师指着昭昭刚想发火，忽然得意地笑出声：小丫头，你确定不做我的徒孙？既然如此，那老夫可就没有理由帮你修复玉佩了。老夫我呀，只帮我的徒孙而修。怎么不早说？这糟老头果然坏得很。他真的会救命？这糟老头就是故意的。国师瞧见昭昭生闷气，暴躁的心情终于顺畅了。嘿，我还不信治不了你这个小家伙呢。小老头，跟你学武功也能像爹爹那样在空中飞来飞去吗？那是自然，不仅可以飞来飞去，还可以以一当十，杀得坏人片甲不留。想当初，老夫我可是一个人从1000人的队伍中如履平地，所过之处皆是残骸。昭昭越听眼睛越亮，那昭昭愿意跟你学。哼，老夫现在还不想收徒。爹爹，你那么厉害，也可以教昭昭的吧？昭昭不拜师了，跟爹爹学好不好？国师脚下一滑，差点摔个倒仰。哎呦我去，这小家伙怎么这么不经斗啊？裴荣景揶揄地偷瞄了眼国师，嘴角都翘起来了。当然可以，爹爹也很厉害哦。
好耶，那昭昭就跟爹爹学。不行，小东西，你可是老夫看中的徒孙，你只能跟老夫学。昭昭眼珠子咕噜噜一转，小手伸了出去。那昭昭的办事礼呢？哇，你该不会是想空手套徒孙吧？还是昭昭这么聪明伶俐、活泼可爱、古灵精怪的小徒孙？国师差点抹着眼泪出宫，收了个徒孙，差点将他这辈子的积蓄都搭进去了。弟弟啊，国师怎么跑得那么快呀？是因为太高兴了吗？裴荣景违心的应了声，他还是头一次见到国师这么吃亏的模样，真是恨得牙痒痒又无能为力。马车刚在摄政王府停下，大黄驮着皓月就冲了出来。小丫头，小丫头，你可算是回来了。大黄，快看看昭昭今天都收获了什么。昭昭刚刚将荷包打开，就发现刚才国师给的东西全都不翼而飞。该不会是糟老头子骗我的吧？不灵不灵的大宝石呢？还有那些珍贵的丹药呢？就在这时，一声不合时宜的打嗝声响起，昭昭倏地转头，就瞧见大龙猫正惬意地眯起眼睛，揉着自己肚子。龙龙，你该不会把昭昭的东西都吃了吧？喵，抱歉啊，龙龙一看见宝物就忍不住想吃进肚子里。昭昭想要的话，龙龙还可以给你吐出来啊。昭昭眼睛一亮，忽然想起来他在神秘地方中的时候，也曾将吃过的东西都吐出来过。难道龙龙的肚子可以储物？龙龙，那些东西是不是只要进了你的肚子，就会一直保持原样呢？好像是啊，喵。好耶，那以后昭昭的东西就都可以放在龙龙这里啦。龙龙双眼眯成了月牙状，裴荣景交代了管家几句话，这才走到昭昭身边。在聊什么？这么开心？嘿嘿，不告诉爹爹。昭昭不是不信任爹爹，而是怕吓到他。毕竟爹爹可是一直认为龙龙是邪祟呢，要是再把国师请过来要抓龙龙怎么办？小丫头，还有秘密了？裴荣景失笑地摇摇头。好了，快回去睡觉吧，明日爹爹带你去给你娘亲上坟。听到他提起娘亲，昭昭的眼神闪过一抹黯然。晚上昭昭太过想念娘亲了，还做了个梦，梦里娘亲眉宇间都是笑意，喊她昭昭。天刚微微亮，马车摇摇晃晃地停在了一处半山腰。昭昭刚被裴荣景抱下马车，蹭蹭蹭就朝坟头跑去。刚跑了一半，猛地急刹车，在看到坟头上的情况时，再次加快了脚步。娘亲，娘亲！裴荣景等人也发现了坟头的异样，追了上去。怎么会这样？是谁跑了温小姐的坟？不仅如此，就连棺材都被人掀开了，里面此时空无一物。娘亲，娘亲，怎么会这样？到底是谁动了娘亲？裴荣景不忍心地上前抱住他。燕雨，给本王查，好好查，一定要揪出不后之人。人死如灯灭，究竟是谁竟然如此歹毒？人死了都不让他安生。两条小花蛇从坟墓中爬了出来。又有人来刨坟了，这是这个月第几波了？没记错的话，已经是第3波了。这些人干嘛对一个尸体这么执着？谁知道呢？哎，对了，那尸体是怎么消失的？我记得第1波刨坟的人打开棺材的时候，里面就是空的呀。该不会下葬的就是空棺材吧？有可能。裴荣景因为抱着昭昭，将两条小花蛇的话听得一清二楚。爹爹，娘亲她当初就是爹爹让人下葬的，难道是爹爹藏了娘亲的尸体吗？裴荣景眉心一跳，知道小家伙可能是误会了，连忙冷着脸转向燕语。燕语，当初温世爷下葬时是否在棺材中？王爷，是属下亲眼看着温小姐被装入棺中，钉上棺材钉的，绝对不可能是空棺。那就说明温世宜下葬时还在棺材里，那他又是如何从棺材中消失的？还有为什么会有不同的人来刨坟开棺？裴荣景靠近了下棺材，观察了下，棺材十分干净，根本不像是装过死人用的，另外一点异味都没有，这很不正常。燕语，温世宜入棺时可还有什么异样？燕语拧着眉努力想了下。回王爷，并无任何异样，除了有些太过轻了些，可能是温小姐生活的并不如意，所以体重相较于其他女子要轻得多。昭昭的眼泪又要掉下来，娘亲总是心疼她，有什么好吃的都是紧着她吃，所以才会那么瘦。
什么味儿？好臭！不，该死的黄鼠狼，它什么时候跑到这儿来放屁？熏死了！下次碰见一定要叼它的尾巴。2条小花蛇着急忙慌地扭走了，似乎多待1刻钟都是一种折磨。黄鼠狼的臭屁，这里是半山腰，有黄鼠狼也很正常。王爷是不是发现了什么？裴荣景眯着眼睛摇了摇头。走吧，先跟爹爹回去。你娘亲的事情，爹爹会让人调查清楚的。昭昭挂着泪珠点点头，临走时还依依不舍地看了眼敞开的坟包。有那么一瞬间，他觉得娘亲是不是没有死。从山上回去，昭昭就病了，梦里不断喊着娘亲。期间裴景帝和太后都来看过了，但是昭昭就是不醒来。最后没办法，不仅把秦谷主给请回来，就连国师都一并到场。结果秦谷主把过脉后说，我徒儿身体好得很，这是忧思过重，自己不愿意醒来。国师表情有些凝重地掐着手指，心情别提多糟糕了。你是说你带着小东西去上坟，发现温十一的坟被人给刨了？是，以现场的痕迹来看，至少有2拨人刨坟。国师手指头掐得都快冒火星子，愣是没算出来怎么回事。怪了，他现在竟然算不出那坏东西的命格了，甚至连刨坟的人都算得模糊不清，依稀直指南方。这丫头顾念太深了，一时半会儿是醒不来了。护国寺有一方净莲池，池中的莲花有清心的功效，你即刻带着小东西前往护国寺，求一株净莲放于床头，只需1晚，他便可以醒来。多谢国师。裴荣景答应了下来，便安排人即刻启程。天快黑时，马车终于在山脚下停下。剩下的台阶，裴荣景只能抱着昭昭一步步踏上去。半山腰上已经有小和尚在等候。阿弥陀佛，请问可是裴施主？小师傅怎知我们会来？是方丈知晓了贵人今夜会来此，特让我在此等候的。施主，请。裴荣景眼眸微垂，带着人跟上了小和尚的脚步。护国寺的方丈不愧是先皇的师傅，竟然如此厉害，连他们今夜会来都算到了。约莫走了半个时辰，小和尚直接带着他们到了有净莲池的院落。施主，方丈说了，池中的净莲，施主可以自行去取，待明日天亮再接见贵客。多谢。小和尚行了一礼后退了出去。裴荣景打量着小和尚离开的背影，微微皱眉。王爷，可是有哪里不妥？你现在去取净莲来，待会儿送到昭昭的房间。是。一会儿，燕羽就将净莲带了进来，他将净莲放在了盆中。王爷，这里有奴婢和粉桃守着，您要不先回去休息片刻？万一君主醒了，您再病倒了怎么办？裴荣景捏了捏眉心，看了眼昭昭安静下来的睡颜，点了点头。本王就在隔壁，有情况直接喊。是，王爷。昭昭这2日睡得一点都不安稳，但是净莲刚放到床头，昭昭也跟着平静了下来。不愧是护国寺的净莲，竟然这么神奇啊！可不是，如今也不是莲花盛开的季节，这莲花却开得格外生机勃勃，真是令人惊叹。粉桃和青梅趴在了一旁的桌子上小憩，龙龙则来到床榻旁，担忧地盯着床上昏迷不醒的昭昭。妙妙，醒醒，他怎么还不醒啊？龙龙太担心了，挪动着自己胖嘟嘟的身体挤在了昭昭床头，他大眼睛咕噜噜转动，不知道想到了什么，忽然低头用自己毛茸茸的脑袋抵在了昭昭额头。神奇的一幕出现了，在2人额间处猛然爆发出刺眼的银光，下一秒龙龙的身影被银光包裹，消失在了原地。夜色黑暗，一道黑色的身影慢慢地朝床边靠近。躺在隔壁的裴荣景倏地睁开双眼，警惕地转向了隔壁。黑衣人蹑手蹑脚的，手中匕首在月光下泛着森冷的光。荔枝和红英猛地从房梁上翻下来，屋内立即响起了打斗声。趴在桌子上的粉桃和青梅一点反应都没有，一看就是中了迷药。裴荣景和燕羽破门而入，手中长剑同时直指刺客。黑衣人见状，身体一滑，从窗户口翻了出去。几人对视一眼，留下裴荣景守着昭昭，其他人迅速追了出去。黑衣人身体好似泥鳅般，燕羽3人合力都没办法将他拿下，尤其是红英的匕首刺入对方体内时，竟然连一丝血都没有流出来。这家伙不对劲，他似乎根本没有战斗的意思，只想赶紧逃离此处，绝对不能让他跑了。红英非常默契地配合荔枝，断了黑衣人的退路。听到打斗声的姜慈州也带着阿玉出现在了院子里。姜大人，你怎么也在这里？查案。姜慈州与阿玉加入了战斗。就在几人以为他必定要束手就擒时，他忽然身体以一种极其诡异的姿势扭动，整个人如同烂泥似的倒在地上。仅仅几个呼吸间，黑衣人的身体就化作了一滩黑水，且不断有扭动的拇指粗的虫子从黑水中往外跑。荔枝吓了一跳，猛地后退2步。
这是什么鬼东西？姜慈州从怀中掏出火折子点燃，直接丢在了黑衣人的尸体上。这是南疆的古人，原来是南疆古人，难怪我们几人合力也没有办法将他抓住。红英说完，眉头微微皱了下。属下曾听说过，这些古人极难养成，除了十分重要的暗杀，否则绝对不会用到他们。可他为什么要来刺杀小郡主？恐怕只有幕后之人知道了。片刻后，房门被人从里面打开，裴荣景抱着睡得迷糊的昭昭走了出来，目光落在那簇火焰上，又淡淡的收回。方才他们的交谈声，他在屋内已然知晓。他们前脚刚来到护国寺，后脚刺客就来了。这么巧，看来黑暗中一直有一双眼睛，正时时刻刻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。裴荣景敛住心神，转向姜慈州。软骨病的案子，姜慈州点头，可有眉目了？目前只知道他们来过护国寺，求了平安符，其他的一概不知。那些平安符我已经命人收集起来，并未发现有什么不妥。西河县令今日命人来报，又有5名男童相继害病。裴荣景眸光微微动了动，转头望向了不远处的主院护国方丈的住处。明日可以先去见见无尘方丈。你怀疑他？都是来过寺庙领了平安符才出的事，方丈应该知道点什么。裴荣景没有直接说出自己的怀疑，毕竟连他河石上的山都能算到，说明这方丈本事不小，如何又不知道他寺庙的护身符有问题？要么包庇维护，要么方丈就是幕后之人。别忘了，他可是先皇的师傅，若真有问题，你们皇室也撇不开关系。本王是天下百姓的摄政王，可不是皇室的摄政王，更不是护国寺的摄政王。既然如此，本官可就安心查案了。他还真怕查出点什么牵扯到护国寺方丈以及上面的皇室。既然裴荣景都这么说了，自然是没有包庇护国寺的意思，他自然能放开手脚查案了。送走了姜慈州等人，裴荣景抱着昭昭回了房间。因为刺杀的事情发生，裴荣景不放心，直接在昭昭房间的卧榻上合衣躺下，渐渐的困意也席卷了上来。天刚微微亮，门口就响起了敲门声。施主可起床了，我们方丈让我来请您过去。裴荣景从榻上坐起身，多谢，我们稍后便来。小和尚走后，粉桃和青梅端着脸盆走了进来，为两人洗漱。青梅正给他擦着脸颊时，昭昭终于迷迷糊糊睁开了眼。小郡主，你真的醒了？裴荣景顺着目光看到昭昭漆黑圆溜溜的大眼睛，旋即起身，径直来到了昭昭身旁。可还有哪里不舒服？没有哪里不舒服，就是昭昭好饿，昭昭感觉自己饿的能吃下一整只烧鸡。小郡主看着是大好了，否则怎么只惦记着吃呢？粉桃姐姐不许笑我。裴荣景将她从床榻上抱起来，吃，洗漱完毕就带你去吃东西。姐姐最好啦。小贪吃鬼。昭昭脑海中猛地响起一道声音，她身体不由得一怔。龙龙，你怎么在昭昭的脑袋里啊？龙龙也不知道，龙龙见昭昭醒不过来，就想跟你贴贴，然后就进来了。那龙龙你还能出来吗？该不会以后龙龙都要住在他的脑袋里吧？我不知道，我可以试试。晚上回来再试吧。昭昭现在要去吃好吃的。龙龙见他也不在意，也安静地待在了他的脑袋里，而且他还惊奇地发现，他现在竟然可以和小崽子共享思想了。就比如，爹爹身上好香啊，是不是背着昭昭偷偷撒香粉啦？粉桃姐姐又好看又勤快的，要是以后谁娶了粉桃姐姐，一定会很幸福的。龙龙缩在昭昭的识海中，不用看外面都知道发生了什么。裴荣景抱着昭昭出门口，就看到了在院子中等候的小和尚。小师傅怎么没走？阿弥陀佛，方丈命我在此等候贵人，带贵人一同前往。小和尚做了一礼，这才转身带着裴荣景等人往后院走。裴荣景眸光动了动，没说什么，抬腿跟上了小和尚的脚步。昭昭好奇地瞪大眼睛瞧着小和尚的后脑勺，哇，他的脑袋又光又圆，还会反光呢。要是蜈蚣爬到他头上，会不会打滑到劈叉呢？蜈蚣劈叉会变成蜘蛛吗？龙龙实在没忍住笑出了声。龙龙，你刚才是在笑吗？龙龙没有笑。龙龙面无表情的撒谎，实则内心十分震惊。他原本只是能听到小崽崽心声，现在是直接思绪共享了。他就算不主动去听，小崽崽的心声也会自动钻入他的脑海中。爹爹这是要带我去哪里呀？昭昭好饿，爹爹是不是忘了给昭昭吃饭啦？昭昭要现在跟爹爹提一下吗？什么味道？好香，是虾饺的味道。还有杏仁酥啊，好
有周周爱吃的糯米鸡。昭昭小脑袋转来转去的，寻找着香气的飘来的方向，目光猛地和不远处的姜慈州撞到了一起。是美人叔叔，他是来投喂昭昭了吗？姜慈州提着好多吃的，直接来到了裴荣景身边。小陈吗？就知道你饿了。美人叔叔，你怎么在这里呀？当然是来看我们昭昭的呀。那昭昭想不想叔叔？想，简直太想啦！昭昭嘴上说着想，眼睛却一刻都没从他手中的食盒上挪开。哇，糯米鸡、杏仁酥，还有虾饺，昭昭想死你们了。要是再来一只酱肘子，那就完美了。姜慈州在裴荣景身侧随行，约莫1刻钟后，小和尚才带着几人停在了禅房外。小和尚伸出手，指了指院子里的凉亭。阿弥陀佛，方丈只叫了这位贵人进去，还请几位在此等候。裴荣景走过去，将昭昭放在石凳上。爹爹进去见一下方丈，你在这里跟你姜叔叔玩一会儿。知道了，爹爹，你快去吧。裴荣景进入禅房没多久，龙龙忽然觉察到危机。有危险！昭昭啃的鸡腿倏地掉在了地上，小脑袋警惕地看向四周。危险？什么危险？龙龙，你可别吓唬昭昭。对面的树上有一只猫头鹰，它昨天就开始跟着你。昨天夜里它刚出现，就有黑衣人刺杀你，所以龙龙担心。龙龙的话还没说完，一群乌鸦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，径直朝着昭昭冲过来。哪里来的乌鸦？怎么会这么多？燕雨和阿玉立马抽出长剑斩杀冲来的乌鸦。姜慈州神色有些凝重，一直将昭昭护在身后。乌鸦虽然多，但现在是大白天，这些乌鸦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。只有一只断了翅膀的乌鸦跌落在地上，好似忽然清醒了般尖叫。啊，怎么回事？我怎么在这儿？我的家人怎么都死了？我的翅膀怎么断了？昭昭闻言立马蹲了下来，将小乌鸦捧在手心中。你不记得刚才发生了什么吗？我不记得了。我明明在山洞里休眠，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我的家人都死了，我是不是也要死了？昭昭有些于心不忍，连忙将疗伤药取出来给他敷上。龙龙，他这是失忆了吗？不是哦，他是神识被人控制了，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。糟糕，那只猫头鹰要跑，小崽崽，快让人抓住它！昭昭猛地转身，荔枝姐姐，快抓住那只猫头鹰！荔枝条件反射地甩出短刃，将它钉在了树上。猫头鹰发出尖锐的叫声，扑腾得更加厉害。昭昭为什么要抓那只猫头鹰啊？昨天夜里昭昭被刺杀的时候，也听到了猫头鹰叫，昭昭怀疑这是幕后之人豢养的猫头鹰。小丫头昨夜不是还在昏迷当中吗？连猫头鹰叫了没有都知道。他忽然想起来，昭昭都能听懂小金鱼说话，会知道猫头鹰也不稀奇。燕雨提着猫头鹰走了回来。咕咕，该死的人类，快放开我！安静点，再动刮光你的毛！猫头鹰顿时偃旗息鼓，脑袋耷拉下来。昭昭漆黑的眼睛咕噜噜一转。猫头鹰，你的主人让你来刺杀我的。咕咕，废话，不然看你长得好看吗？真有眼光，我也觉得昭昭长得最好看。咕咕咕咕咕，这小丫头在说什么？她居然能听懂我说话。她刚才没有乱叫什么吧？没有把主人给暴露出来吧？你是不是在想刚才有没有暴露你主人的身份？咕咕，我说不说就不说，才不会告诉这个臭丫头，我的主人就是沈清呢。昭昭眼睛倏地一亮，是沈清派你来的。咕咕，猫头鹰震惊地抖动着翅膀，他刚才明明什么都没说。昭昭转头看向站在身后的姜慈州。媒人叔叔，沈清是谁啊？这只猫头鹰的主人叫沈清。姜慈州讶异，这就全都说了？没说，什么都没说，他瞎猜的。沈清就是你在长乐坊见过的平阳侯的外孙。是他就是坏姨姨的表弟，也是经常找人欺负娘亲的人，他也是个坏蛋。媒人叔叔，那是沈清想要杀昭昭吗？有可能，不过他应该只是被人利用了。沈清是大圣朝的人，断不可能会什么巫蛊之术，更加不可能养出来古人。姜慈州危险地盯着猫头鹰，质问道：这些蝙蝠和昨天的黑衣人都是你叫来的？咕咕，我这盯着小丫头没错，可我根本就没有下手，好不好？主人安排的今夜动手的刺客都还没下手呢，怎么屎盆子就先扣到我头上了？哦，你还挺有文化的，都知道屎盆子。娘的，感觉被一个小崽子给嘲讽了。媒人叔叔，他和昨天的黑衣人不是一伙的，不过沈清安排了刺客，准备今晚刺杀昭昭哦。他怎么就这么水灵灵的说出来了？我也没开口啊，他是怎么知道的？嘿嘿，龙龙的读心术可不是盖的。小郡主放心，有我们在，谁也伤害不了你。姜慈州冲阿玉打了个手势。既然咱们这位沈大人活得不耐烦了，那本官就帮帮他。你去安排人手，今夜务必留下活口。属下这就去办。咕咕咕，
你们想干什么？有本事冲茵茵来，别伤害我主人！哎呦，你还挺忠心的。废话，那可是茵茵的主人，每天都给茵茵吃2斤肉，茵茵能不忠心吗？那昭昭每天都给你吃肉肉，你也能听昭昭的话吗？你当茵茵是什么？我可是一只有骨气、有原则的鹰，我不愿意啊。那算了，一会儿就让烟雨叔叔把你炖了喂我的大黄吃。不是，你倒多劝2句啊！比如他给我吃2斤，你给我吃3斤，行不行？1斤，不能再多了。2斤，我马上投靠你。我家大黄还没有吃过炖猫头鹰呢，也不知道好不好吃。主人，请尽情吩咐茵茵。哎呦，你的骨气呢？你的原则呢？你说呢？你说呢？命都没了，还要骨气做什么？要原则干什么？他心里就没有一点逼数吗？猫头鹰也不知道是失血过多还是真的气的，眼看着就要晕了。昭昭连忙让荔枝将短刃抽了出来，给猫头鹰也上了点药。昭昭这才让荔枝将他们都带回去疗伤。昭昭坐在凉亭里，将姜慈粥带来的吃的全吃完了。爹爹怎么还不出来呢？姜慈粥宠溺地看着他，无聊了。那叔叔带你去寺庙里转转，今日恰逢15，来寺庙的香客会很多，外面肯定很热闹。好啊好啊。几人走得很快，不一会就到了寺庙的前院。此处香火鼎盛，不断有香火的烟雾飘出来。罗罗，你快看，那里有个人在求签呢。他在求菩萨保佑他肚子里的小宝宝平安降世。哇，那2个人是夫妻吗？他们看起来好恩爱耶。那个男人在想，一会儿带他的妻子去后山，然后将她推下去，假装失足摔死，他就可以娶他心爱的柔娘了。惊天大瓜，惊天大瓜啊！呸，是惊天凶案现场啊！不对，还没开始呢，还不算是凶案现场，那应该叫什么呢？昭昭感觉脑壳响得有点疼，他猫着腰穿过人群，准备追上去看看，还没跑出去2步，后衣领就被人给抓住了。小郡主，这是准备去哪里啊？嘿嘿，红英姐姐，昭昭没有乱跑，昭昭就是想去那里看一看。红英朝那个方向看了一眼。小郡主要去后山干什么？当然是看渣男杀妻啊！呸，当然是去救人啊！可是昭昭现在说了，红英姐姐肯定不信，她眼珠子咕噜噜一转。红英姐姐，昭昭听说后山的风景很好看的，昭昭想去看看，好不好嘛？这王爷这会儿还在方丈那里没出来，他不敢擅作主张。有2只蝴蝶飞了过来，快看，是能听懂我们话的小丫头，她竟然来了护国寺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，那我们快带她去看看后山吧。那里，昭昭的肩膀忽然被人拍了拍。你想去后山吗？昭昭刚才只是八卦，但是现在是真的想去了。蝴蝶们刚才说后山那里有恐怖的叫声，请他帮忙去看看怎么回事。姜慈粥目光不经意间朝前方的2只蝴蝶看了眼，刚才是他们在说话，为什么我能听到？他下意识地挪开了拍着昭昭肩膀的手，果然那2道声音消失了。所以只要触碰到那小丫头，就能听到蝴蝶的声音。那就去吧，叔叔陪你去。好耶，美人叔叔最好啦！姜慈粥眼底划过一丝笑意。可是王爷，本官会让我的人留下来，等你家王爷从方丈禅房里出来，就会告知他昭昭的去向。红英闻言也不再过多阻拦，只好跟随他们一同去了后山。后山悬崖边上，琳琅，你怎么约我到这里来了？芸娘，你还记得吗？当初你就是在此处与我一见钟情，我呀，这是带你来故地重游一下。都老夫老妻了，你还想这些？男子眼底闪过寒光，搂着叫芸娘的女子朝悬崖边靠近。芸娘，你快看，那里是不是长了一株攀云花呀？当真是攀云花吗？我瞧瞧。芸娘刚准备探出身子去看一眼，就听到身后传来扑哧扑哧的笑声。琳琅准备推出去的手僵在了半空中。这里怎么还有人呢？他猛地转身，就看到身后不知何时已经站了好几个人。悬崖上才没有什么攀云花，他是骗你的，他想趁你不注意将你推下去，伪装成你失足坠崖的假象。芸娘惊讶地看向琳琅，后者顿时面红耳赤。你这贱丫头，你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竟然想要破坏我跟芸娘的感情！红英眼神一厉，脚步如风。我家小郡主也是你能骂的啊！琳琅，芸娘心疼地扑过去，将她从地上扶了起来。琳琅脑瓜子嗡嗡的，她错愕地看向昭昭。你是小郡主？昭昭不屑地扬起头，琳琅连忙跪地认错。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还请小郡主不要与小人一般见识。昭昭才不要理他，而是看向了芸娘。你知道他在外面养了个外室吗？叫什么柔娘。他今天带你过来，才不是重温你们的过去，而是想要把你杀了。
芸娘眼底都是震惊，看向琳琅的眼神都带上了怀疑。芸娘，你别听他胡说八道，我对芸娘的心天地可见，我绝对不会。他想先安抚了你，然后再找机会杀你。哦，他想把你扔到你家后院的井里，你经常在那里打水，就算掉进去了也不会让人怀疑。琳琅猛地抬起头，他心里刚有了这个想法，他怎么就知道了？饶是不相信的芸娘此时的眼神也变了。芸娘，你相信我，夫君真的没有。柔娘就是你家村东头的小寡妇，去年刚死了相公，他们早就搞在一起了。之所以要杀了你，是因为柔娘怀孕了，她想让他们的孩子光明正大的出生。芸娘顿时心如死灰，难怪这些日子见张寡妇圆润了不少，原来竟是怀孕了，还是我相公的种。好你个林恒，老娘辛苦赚钱供你读书，你今年才刚中了个秀才，你就想这样杀鸡换人是吧？看老娘今天不好好教训你！昭昭捂着嘴偷偷笑，蝴蝶又飞了过来。丫头，快跟我们来，那屋檐手又想起来了，快来，再不去啊就听不见了。昭昭闻言连忙提起裙子跟上去，刚跑出2步就被人从身后抱起来。叔叔抱你。禅房内，白发白眉的老者将一枚棋子放在了棋盘上，抬眸微微看了眼裴荣景。你今日有些心不在焉。裴荣景转动着手中的黑棋，并未落下。不知方丈可知贵寺的平安符可以使幼童患上软骨症？无尘方丈执棋的手微微一顿，还是将白子落下。命也缘也，此次因果贫僧也无法插手。方丈这是何意？难不成您想包庇凶手？贫僧虽然无法插手此事，但是变数已经出现，你很快就会知道真相。这个变数就是你的女儿。裴荣景敛了敛眉眼，拧眉了片刻，最终站起了身。荣景先行告退。他不再过多停留，径直转身往门外走去。施主莫要再窥探天机，否则必伤根本。裴荣景神色一凛，窥探天机是昭昭吗？从禅房中出来，裴荣景没见到昭昭，倒是瞧见了姜慈州安排的人。主人带小郡主去了后山，命属下在此等候王爷。裴荣景眼眸闪了闪，也朝后山而去。后山越往后面走，天空反而看起来乌云密布的，似乎有下雨的征兆。不知道是风声还是哭声，从后山的一处竹林深处传出来。蝴蝶飞得越来越快，昭昭几人的脚步也跟得越来越快。叔叔，你有听见哭声吗？姜慈州抱着昭昭在竹林外站定，拧眉听了一会儿，呜呜的声音还在继续，断断续续的，也说不清到底是不是哭声。小郡主，要不您还是跟属下回去吧，这地方给属下一种极其不好的感觉。燕语也觉察到了一丝不安。姜大人，不如我们等王爷来了再做打算。丫头，你们快来！蝴蝶忽然惨叫了声，紧接着什么声音都没了。叔叔，蝴蝶！昭昭急得话都不会说了。怎么办？怎么才能让美人叔叔知道蝴蝶遇到危险了？姜慈州抱着昭昭后退数步，更加警惕地盯着竹林中。竹林中忽然响起了脚步声，窸窸窣窣的夹杂着轻微的树叶被踩出来的沙沙声。那脚步声在距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停下来，红英敏锐地靠近昭昭。姜大人，我们快走！燕语也抽出了长剑，做出了防御状。恐怕走不了了。竹林的迷雾中，一道人影缓缓显现出来。被你们发现了，想活命吗？把那个小丫头留下来！只会装神弄鬼的阿杂货，还想要我家小主子，你做梦！看来你们都不想活着呀，那就都去死吧！你到底是谁？敢在此行刺，你就不怕逃不出去？好，这就是我的地盘，我需要逃到哪里去啊？你们可逃不出去的。昭昭目光快速在林中搜索，忽然他耳边再次响起了蝴蝶虚弱的声音：小丫头，快进来，这里面有一处山洞。昭昭下意识看向姜慈州，还不等他开口，姜慈州已经抱着他快速地绕过了3人的打斗，径直冲进了竹林深处。站住！你们给我站住！再敢上前一步，我就杀了你们！喂，说的好像我们不进去你就不杀我们似的，这里面是不是有你害怕的东西啊？叔叔，我们快走！那人死死地盯着昭昭，发狂似的想要冲上来阻止他们。昭昭他们刚冲进竹林，就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。只见竹林的迷雾中竟然站了密密麻麻说不清的人，那些人全部低着头，好似失去了意识一般，一动不动。叔叔，好多人！别怕，这些人并没有呼吸，他们全部都是死人。快来，
这里。蝴蝶的声音再次从深处传来，江慈洲眼眸眯了眯，径直从这些人身旁穿过。竹林和迷雾似乎就是为了掩藏这些死人的。穿过竹林便是一片空地，山体的最下方赫然有一处山洞。来，这里面到底有什么？昭昭不知道为何心中有个预感，好像自己要是不进去一定会后悔。江慈洲看出了昭昭的心思，不动声色地抱着他靠近。害怕吗？如果害怕就抱紧我。江慈洲抬起腿，毫不犹豫地踏入山洞中。约莫过了半刻钟，穿过山洞的甬道，眼前赫然一亮。只见山洞的深处竟然是一个空间，山洞的最里面有一张冰床，上面躺着一名青衣少年。叔叔，那里有人！江慈洲凝神望了过去，确定没有危险后，才抱着昭昭靠近。刚走到冰床前，再看到少年的面容时，冰床上的哪里是什么少年，根本就是一具尸体，还是一具死了不知道多久的尸体。细微的呜咽声再次响起，却是从冰床的另一侧发出来了。叔叔！江慈洲抱着他绕过冰床，看向里面。太子哥哥！呜咽声戛然而止。昭昭妹妹，是昭昭妹妹，太好了，我不用死了。江慈洲也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太子殿下，他神色有些凝重地打量了眼对方，确定真的是太子后，才将昭昭放下来，快步上去将捆着他的绳子解开。太子怎会被困于此处？为何宫中一点消息都没有？按道理说，太子殿下失踪乃是大事，宫里不可能一点消息都没传出来，且昨日早朝的时候也不见陛下有丝毫慌张之色，所以太子是今日才被困在这里。太子，你是何时上山的？裴敬轩拆掉了口中的抹布，喘了口气。江大人，你们难道不是因为姑失踪才来找姑的吗？姑都被困在此处快1月有余了。什么？太子哥哥，你已经被困了这么久了吗？怎么可能呢？太子哥哥失踪，为何爹爹从未提起过？你当真被困了这么久？姑骗你做甚？自从上次姑中了噬心曼陀被解了之后，再次醒来就在这里了。抓姑来的人什么也不说，每天就在姑身上抹各种草药，还神神叨叨的，什么魂归来兮、借体复生之类的狂悖之言。太子刚站起身，就看到了冰床上干枯的尸体。那个疯子，该不会是想让真人的魂魄抢夺姑的身体吧？昭昭有些同情地看着他，那疯子还真有可能这么想的。太子既然在此处被困了如此之久，为何陛下和宫中竟无人知晓？莫非是殿下的东宫有人刻意隐瞒了此事吗？不可能，母后每隔7日必定会去看过，说是1次2次便还罢了，1个月都见不到过，母后不会善罢甘休，除非……哼，有人冒充顶替了你。姑就说宫里怎么这么久都不来救姑，姑还以为父皇不想要我这个儿子了。难怪太子哥哥从来不找昭昭玩，都是2哥、3哥和6哥来。原来宫里的是冒牌货。快离开这里！疯子又来了！昭昭呼吸猛地一滞，都来不及去寻找蝴蝶的踪迹。太子哥哥，焦叔叔，快离开这里！江慈洲神色一凛，弯腰顺手捞起昭昭，转身朝洞口跑。啊，怎么突然就跑了？不跑，等死啊！对啊，逃命要紧！来了！好多，害怕！蝴蝶的声音越来越远，几乎要听不见了。昭昭紧紧搂着江慈洲，大气都不敢喘。江慈洲整个人也紧绷了起来，杂乱无章的脚步声骤然从洞口传来。进了我的洞穴，你们还想跑吗？都来送死吧！跑在最前面的江慈洲猛地刹住脚步，透过阴暗的通道看清了洞口的一切。只见那高大的男子身后站了一排排的死尸，尖锐的哨声划过，死尸们齐刷刷抬起头，瞳孔倏地张开，血红的眼眸阴森恐怖。睁开眼了！这些都是什么东西啊？退！可里面也出不去啊！裴敬轩嘴上虽然这么说着，还是听话的转身往里跑。江慈洲护着昭昭再次退回了洞穴中，沉重的脚步声再次响起，高大的身影逐渐显露在人前。看到他的模样，昭昭和裴敬轩同时倒吸一口凉气。不行了，妹妹，太好笑了！昭昭肚子都笑疼了。他怎么长这样？太子哥哥，你在这里
里这么久了，难道就没有见过他长这样吗？我没见过他的长相，他每次来都是戴着毡帽，根本没有露出来过。这真的不怪他，实在是眼前的人长得太抽象了。你们不许笑，你们再笑，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们大卸八块？伴随着他那阴柔的嗓音，昭昭和太子再一次捧腹大笑。疯子可能是在和燕羽和红英打斗时不小心掉落了毡帽，这才露出了本来面目。太子哥哥，他上辈子是不是猪猪投胎的，所以才长得这么奇怪？有可能，不行了，我肚子好痛。死！你们都给我去死！他凶狠地抓起口哨，猛地吹响，守在洞口外的古人瞬间被唤醒，齐刷刷朝洞穴中冲进来。快别笑了，你难道真的想死在这里吗？他的话好像一盆冷水泼在裴敬轩的头顶，瞬间将他浇了个透心凉。不，本殿下不想死啊！那还不跑，等着被抓吗？太子欲哭无泪，洞口都被堵住了，往哪里跑啊？无命休矣！姜慈州目光迅速在山洞中扫视了一圈，除了头顶的位置，似乎真的没有其他出口。可是头顶的距离太高，他单独一人飞出还行，若是带上昭昭和裴敬轩，显然有些困难，一个不慎，很可能万劫不复。小崽崽，快去冰床旁边，疯子在害怕，他怕你们伤害那具尸体。昭昭眼睛倏的一亮，太子哥哥，美人叔叔，我们快去冰床那里。姜慈州和裴敬轩对视一眼，迅速做出了选择。快，拦住他们，不准他们靠近冰床！可不等他说完，姜慈州已经带着太子以极其快的速度飞到了冰床旁。姜慈州手中软剑搭在尸体脖子上，退后，否则我斩了他！疯子死死咬着牙，一动不动。姜慈州手中软剑下压几分，割破了尸体的表皮，让他们全部退出山洞，别让我重复第3遍。出来，快出来，出来！乖，出来！他嘴巴含糊不清的，姜慈州等人并未听清楚他说什么。他在干什么？我怎么觉得毛骨悚然的？昭昭也是。昭昭刚说完，就听见耳边传来嘶嘶嘶的声音。好饿呀！吃血！声音是从身侧的尸体上发出的，一只漆黑的虫子嗖的一声从尸体的伤口处射出。姜慈州目光骤缩，手中动作快过大脑，漆黑的虫子已经被他捏在手心中。本以为虫子已经被捏死，刚想松一口气，下一秒手心一阵刺痛，虫子快速的钻入他手心。虫子进去了！美人叔叔，你没事吧？姜慈州皱了皱眉，无碍。那虫子是蛊虫，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。等出去后，赶紧让御医帮你诊治。姜慈州轻轻的应了一声，目光再次转向了疯子。长生骨，你把我的长生骨还给我！随着他再次尖锐刺耳的喊叫，那些古人全部发疯了似的冲向几人。洞顶上忽然丢下来2根绳子。姜大人，快带小郡主上来！燕羽刚说完，就看到了跟在姜慈州身旁的裴敬轩。太子，别废话，快拉我们上去！姜慈州抱着昭昭，单手抓住绳索，下一秒整个人突然腾空，太子也紧跟其后。你偷了我的长生骨，还想逃？你给我留下来！古人们好似疯了般叠罗汉似的攀爬上去，人踩着人，争先恐后的向上冲。眼看着古人即将抓住他们，红英瞬间掏出腰间的烈酒洒下，又从衣襟中抹出火折子点燃扔下去。火折子刚碰到烈酒，轰的一声燃烧起来。古人好似十分惧怕这些火焰，然而那些火焰如同灵蛇般，刚触碰到他们就顺势而上，将最近的古人整个吞噬。一声口哨嘹亮的划过，没有触碰到火焰的古人全部受到命令迅速后退，以奇快的速度逃出山洞。